相信对于大家来说，疾病的发生往往是不知所措的，尤其是女性。当女性发现身体上有症状时，总是害羞，不敢寻求协助。即便鼓起了勇气到了妇产科，也很难说明清楚自己发生的症状。今天大特道邀请到安生诊所的院长吕医师为我们说明妇科最常发生的疾病——子宫肌瘤。吕医师好。主持人好，各位照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妇产科里面的第一大肿瘤，就是子宫肌瘤。那子宫肌瘤这个在一般的妇女真的是非常的常见，大概4个中间就会有一个。我把它简单有一个图出来哈。那它分为3种型，第一个当然就是往外凸的。那这个往外凸的通常容易会很大，因为它都没有症状，所以到很大自己摸得到才会来检查，才会就诊。那第二种就是肌肉型的，那肌肉型这个最多，就是一般我们会有症状，肚子痛啦，或者是月经量比较多，就是这个肌肉型啊。还有内膜型，哦，这个就是内膜型，这个是肌肉型。那内膜的话虽然小小的，但是它最会作怪。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抹片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从子宫颈的地方就跑出来一块，发现它是子宫肌瘤，所以大概会有这几种形状。那想问一下吕医师，子宫肌瘤通常发生会有哪些症状呢？当然，这个一旦它发生的时候，最多的就是月经的异常哦。月经异常，所谓异常就是，量太多啦，或者是时间拖得久啦，或者月经跟月经中间它又来了，它不一定是子宫肌瘤，但是子宫肌瘤会从这些症状来表现出来。那通常这些症状出来的时候，一看病人来，他月经量多，你看他脸色就苍白，应该说是肌瘤造成的贫血哦，所以大概就是会有这些症状。那当然，其他的压迫性的症状，像频尿啦、性交困难啦、会痛啦或者不孕啦，这些症状他们表现的比较少。这样。医师，请问一下，月经血量异常是怎么分？是用量杯去量吗？这不好意思，他单身多年了，量杯的部分我们忽略它。你这个没办法用量杯去量啊。假如说我们一般的大的护垫哦，就是产妇血那个护垫，超过1片的话，大概就量就太多了。那平均大概都是150cc、200cc。除了这个以外，你要看它的质量。假如说都是慢慢这样流出来，大概我们就比较不担心，怕有血块。像这种通常都是要赶快处理，不然体力很容易就变差，血色素就下降。那想问问医师，子宫肌瘤发生对人体造成的影响会有哪些？当然刚刚就讲过，就是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因为你身体会虚，然后血色素降低。我曾经有病人，我们正常是12，他甚至于到6，甚至于到5，因为月经量多，他都不理他。所以常常我们病人会说，李医师是不是月经量越多越好？其实是不对的。月经的血也是我们正常的血液，所以你流太多，还一样会贫血。所以我们在治疗贫血的病人，假如他月经量多，我们都会给他黄体素，让他治疗以后月经量变少，你去吃铁剂或者是输血，你血色素才容易回来。子宫肌瘤的治疗啊，通常会有哪些方法？我们一般大到怀孕的12周以上，已经是达到开刀的一个适应症。那什么情况之下就是怀孕12周的大小，大概我们用超音波去看，大概4公分以上。另外一个就是你手摸得到，但是有一些是往外凸的，所以其实你不那么快处理它也没什么关系，你再追踪就好。那假如说它有这一些症状，好像出血量多啊，有血块又大，那我们看看它的是不是需要开刀，我们医师就会考虑。我要替广大的男性朋友们发问，就是女朋友啊或是老婆有子宫肌瘤，那也完成手术了，那他们该如何照顾另外一半，甚至该注意哪些事情呢？其实我们在肌瘤手术关系到他年纪，他假如还是想要怀孕，还要想要再生产，那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当然会比较保守，会影响到以后胚胎的着床，或者是怀孕过程子宫破裂的这些危险性，我们当然尽量避免。所以相对的，有一些小的肌瘤我们就不会去拿，我们只会拿到有症状的，会影响最大的那一颗肌瘤把它拿。所以有时候并不会清得很干净，因为有时候你清得太干净的时候，可能子宫就少掉1/4、1/3了，那以后根本连想要怀孕都不可能。所以要看他的年纪。那小的肌瘤还是一样，有的话它在45岁以前，它还是会慢慢长大，所以这个就是要定期去追踪一下。
或者是赶快利用这个手术完的时候，赶快怀孕生小孩，生完了，万一又长大了，或者又有症状了，那我们到时候可以干干净净把它彻底的把它手术掉。这样。那子宫肌瘤每个人症状主要还是要经过医师的评估，才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当然，我们的治疗有分级的嘛，一个当然是内科疗法。那我们尤其是45岁以上，我们都比较保守，因为卵巢它的功能会慢慢下降，所以雌激素会刺激子宫长大的机会就变小。所以在40岁以上的话，假如没有很大，甚至有时候没有非常大，我们也会建议说，我们先用药物来治疗，假如可以就 OK 啦。子宫肌瘤它会有复发的可能吗？但这个所谓的复发，并不是说它又新的又长出来，是因为小的我们没有去处理，所以它又慢慢长大，所以可能病人会误会说它又复发了。其实你要从小到大要长，不是5年10年这么短的时间会长，就是一定很长的时间它才会慢慢长大。所以你拿的时候，刚刚就考虑到要怎么手术，要不要拿得很干净拿得不干净的话，就会有这个现象。所以它并不是复发，而是原来就存在里面小的肌瘤，它慢慢又长大，所以我们可能会把它误认说它是复发这样。通常子宫肌瘤好发的年纪是几岁到几岁间呢？大概20岁到40岁，我们台湾的统计大概有占了1/4，但这1/4的里面也大概有1/4会有症状。其实有很多有肌瘤，但是它还是没有症状的。我相信最多女性朋友最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预防子宫肌瘤的发生？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妇产科还是一个盲点，因为究竟肌瘤它产生的原因是怎么样，不是很定论。所以在饮食上面，其实你只要正常的饮食，不是刻意很偏食的，每天都摄取一样的含有一些高荷尔蒙的产品或者是食物，其实对子宫肌瘤影响不是很大。像是你刚刚说高荷尔蒙是指丰胸类的东西吗？这个也包括在里面。像最多的就是蜂王乳啊，或者一些用抹的局部的涂抹的雌激素啊，这些都是属于荷尔蒙类的。那荷尔蒙类的，其实我们比较同意的一点就是本身卵巢来分泌的雌激素。好，谢谢吕医师，今天我们讲解这么多有关子宫肌瘤的知识。那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等一下，吕医师，我们男生也有妇科的问题想问医师啊。不好意思，吕医师，今天现场比较活泼一点，我们让男性同事提问题。如果女生生理期来啊，她会暴怒打人，是不是因为子宫肌瘤的影响呢？我觉得这点应该是她很欠揍的关系。其实因为我们要知道，子宫肌瘤它本身不像其他的瘤会分泌荷尔蒙，所以它本身是不分泌荷尔蒙的。那我们脾气的暴躁跟月经的周期比较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叫做经前症候群，或者是月经症候群，所以它是荷尔蒙的变化引起一些影响，跟子宫肌瘤本身是没有什么相关。那男生要怎么发现女朋友有没有子宫肌瘤？最常见的就是月经量，会发现说他怎么脸色越来越苍白通常就是月经太多了长期这样下来，他就会有这个现象，或者是有时候性生活的时候会造成性交困难，因为他碰到的时候他会痛大概只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发现，要不然我们都是采用超音波去看，就是一般的检查以后，或者是他有什么毛病，顺便一起检查才会发现。所以一般男朋友要说很早期的去发现，其实不大容易。那如果女朋友已经有子宫肌瘤，那男朋友该注意什么？这个当然就是看他在月经中间有没有不舒服，尤其是他脚量多的时候，有时候容易昏倒就是因为量多，一个血块出来，他突然一个急性的出血，他容易会有不适应，会有姿势性的低血压，容易会昏倒。所以在月经中当然要比较贴心一点，好好去看一下，不要说他月经来你就拍拍照，这样就比较不好。所以贴心的男生很重要了。记起来吗？贴心非常重要。那谢谢吕医师，今天我们讲解这么多有关子宫肌瘤的相关知识。那各位观众，如果想知道更多妇科的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点个喜欢，也别忘了帮我按下订阅和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